后来陆霞公天天约我到三马路一些菜馆去商谈，我还是想提高一些稿费，不料陆霞公说，你的稿费12000元已成定局，而且只付现洋10000元，1000元规定你照预约价买书，还有1000元要送给我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几乎要笑出来。经过这番谈话之后，我请了一位老友胡雄飞在和他们谈判。陆霞公态度硬得很，说这部书的画稿在我手里，重心已被我们抓住，他再也无话可说了。胡雄飞向我说，你这件事大错铸成，也只能将错就错，卖给他们就算了。这天我气恼得很，恰巧测字先生小糊涂家中小孩子出麻疹，请我出诊。我在电话中答复他，心境不佳，你请别人看吧。小糊涂说，你有什么事我替你解决，病是一定要请你看的。这天胡雄飞也来了，我们同到小糊涂家中诊病处方之后，我也不说什么。小糊涂说，我来替你测个字。我于是口占一个是字。小糊涂说，你有一件事已经定局了，一定在31号那天签字，不过中间半个字似干非干，就缺一个心，这件事看来你是不甘心的。说到这里，我和胡雄飞面面相觑，不作一声。归家之后，两人商量，都认为陆霞公是有名的刀笔先生，还是不惹事为宜，因此决定卖给他，并约定在31号签字。我本想透露一些陆霞公从中抽佣的消息，不料沈之芳已打好2张支票，一张10000元面额的给我，一张1000元的给陆霞公。签约之后，沈之芳也约我到西雅吃饭。他说，我们世界书局的财团现在决定要办一个世界银行，同时我们要出版10部巨著，你老兄的药学大词典名列第一，你可不可以提早交稿？我们准备在银行开幕的时节出版，大登广告，广施推销。我说，这恐怕办不到。沈之芳再三再四的要求，我只能勉强答应下来。从此我就日夜不停地赶写赶编，幸而资料齐全，足能提前交稿。可是交稿之后，我病倒了，每天总有一些热毒，横退竖退都退不清。我知道这是极度虚弱的现象，诊务严请丁继民兄代理。我移居无锡，住在荣家别墅，着意调理，经过3个月之后才恢复健康。恰巧那时节中国旅行社开幕，举办华南旅行团，我就参加了这个团体，所以我很早就到过香港。那时我住在皇后酒店，地方小，声音吵，不过地临海旁，可以看到海景。后来1948年再来香港，已找不到这个地方，据说就是现在爱丁堡大厦的前身，那时前面是傍海的。出版前后枝节横生，从前有一部分本草书讲不出药物主治作用时，就用5运6气来解释，我对这点认为不合科学，所以全书320万字，5运6气是10口不提的，这是一种革新的精神，也算对中国医药书籍掀起了一种革命。世界书局印的《中国药学大词典》是25开大本，最后校阅时，我觉得自己身体已经疲惫，聘请同学游学周军代劳，他天天到大连湾路世界书局编译所去工作，他们排得很快，校对往往赶不及。不久，尤军也得到一个头昏病。待到书籍印好之后，我最不满意的是图画部分与词典分为2部，而且整本是25开，而图画是16开，加上一个书名叫做《中国药物标本图影》，把蔡元培先生的题词一用作为封面，这究竟是什么理由，我都想不通。我和沈之芳交涉，他说
词典是要常常查的，所以用25开。图画是供参考的，所以用16开。还有一点，我的全部五彩图画是800幅，而印出来的图画只占到一部分，我不免有兴师问罪。沈之方深深向我道歉说，因为五彩雕刻铜板制作时间来不及，为了要配合世界银行开幕时间，不得不将一部分图画删除了。我就表示不满说，这是我心血所寄，怎能随便删除？沈之方再三道歉，说是再版时再行补充。出版5000部，定价每部14元，预约是7折。不料到世界银行开幕那天，已经将预约书全部售光，后来买书的只拿到一张再版的预约券。出版取书的人络绎不绝，大堂之中堆满了我的书，不久就再版，五彩图书的增订也谈不到了。据说前前后后一共再版了27次。在第3次再版时，世界书局举行了一次庆功宴，推我坐在首席，因为彩色图画没有全部印出，不免心中不悦，但是在席间不便讲得太露骨，只对沈之方说，要是你能把彩色图画全部印出，销路一定还要大。沈之方也唯唯称是，但是他并没有确定地说出增订的日期。席散之后，沈之方叫司机送我和陆霞公，司机名叫四宝，即是后来敌伪时期红极一时的76号首脑杀人王吴四宝。在车中，陆霞公和我说，现在世界书局教科书销路猛进，你的一部书销路也不少，赚了好多钱，你大可以发出一封律师信，要他们把全部图画印出，否则就要他们赔偿损失。我在世界书局中充任要职，可以暗中帮你一些忙。我说，这个办法与合约有抵触，因为合约里面定明书局有删改之权，如果我发律师信给他们，反而不合法的。陆霞公说，法律是一件事，只要放出这个生气，世界书局为了业务的声誉，马上会来和你谈判，至少会给你一笔钱，作为补偿你的损失。我当时就婉言加以拒绝。不料陆霞公后来向沈之方说出，陈某人对于你没有将彩色图画全部印出，将提出诉讼。虽然他没有获胜的把握，但是书局方面的名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沈之方听了当堂拿出1000元，交陆霞公转给我，希望这件事不要闹出来。隔了几天，陆霞公送来一张世界书局请我当常年医药顾问的聘书，还附了一张1000元的收条。他说，我最近经济情况不好，凭我3寸不烂之舌，向沈之方拿到1000块钱，但是我用途很大，已经把这1000元化为乌有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签了这张收条？事已至此，我也只好做一个顺水人情了。